美国话说得好听，只要你们来建厂，就可以分到520亿美元，折合约3312亿元人民币补贴。但台积电最终有没有机会享受到补贴的其中一部分，那也是建完厂之后的事情了。要知道，美国画了520亿美元的大饼，方案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过。现在还有个针对台积电搞事情的英特尔芯片资助方案，在美国参议院获得初步批准，然后就没有影儿了。美国那边给出的说法是，估计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确认。美国愿不愿意给咱们另当别论。美国本土的芯片巨头英特尔就把台积电视为眼中钉，多次警告美国政府，别只顾住台积电，多想想自家企业。英特尔一把手帕特基尔辛格就出来念叨，美国应该重视本土企业的价值，别老想住拿纳税人的钱去奖励那些外资企业。基尔辛格表示，美国要加大对本土芯片制造商的投资，而不是台积电、三星这些亚洲公司。这回基尔辛格可一点没拐弯，他就是在警告美国政府，有钱先分给我们的企业，不要胳膊肘往外拐。美国政府会不会把英特尔的话听进去，咱们就不清楚了。但是台积电和三星那边对美国政府补贴也催得很紧。之前台积电就说了，他家在美国建厂的资金很大一部分开销将依赖美国的资金扶持。三星更是把话说得清晰明了，美国的奖金不到位，我们就会改变工厂选址。估摸住520亿美元方案可能要开始进一步的审批流程了，这个人又刷起了存在感。芯片厂商同时向亚利桑那州看齐，台积电120亿美元的建厂计划，相比三星和英特尔似乎逊色不少。要知道，台积电的芯片产能可是占了全球 50% 以上，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份额加起来也不足台积电的1/3。既然台积电是行业的先驱者，为何三星和英特尔比台积电还猛，投资额一个比一个高，如此看重计划新建的亚利桑那州晶圆厂？台积电不会主动把工厂建到三星和英特尔旁边，但三星和英特尔是做梦，也想和台积电当邻居。台积电有了到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的想法，三星和英特尔没有理由不跟。既然台积电敢投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跟住芯片大佬走，总没有错，跟住就算了。三星和英特尔如此大手笔，投资盖过台积电，也透露这两者的内心想法。三星集团做啥都能成，怎么看住在芯片制造方面被台积电一直压住走，英特尔的芯片制程才停留在10纳米。既然台积电想来，依然也想趁机能够反客为主。从三方的投资额度来看，三星和英特尔不可能比台积电的投产产能更高，那多出来的投资用来干嘛？肯定不是为了做绿化和改善伙食。三星和英特尔的建厂投资多出来的数十亿美元，如果用来提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资，会出现什么情况？台积电的工程师估计很难坚守，入职就开始被猎头挖人，送去的工程师越多，流失的就越多。三星和英特尔不缺钱，预算比台积电高。台积电即便芯片工艺好，你说能有多少人继续留在台积电？台积电新建芯片厂，技术人员大概率从总部派过去，三星也能出几个人，英特尔连7纳米芯片制造技术都没有，哪来的技术人员？反正台积电要来，就不怕挖不到人。台积电不仅带去了技术和设备，人才也是稀缺品。3个半导体企业的建厂计划摆在这，台积电不动，三星和英特尔也不会动。台积电一旦启动建厂，是不是三星和英特尔为刀俎，台积电就成了鱼肉？台积电的遭遇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著名苹果代工厂富士康之前的经历。2017年，富士康就在美国的盛情邀请下赴美建厂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一个叫嘚瑟，还把富士康的这个项目吹成世界第8大奇迹。到最后，说好的100亿美元工厂没建成，
投资额从100亿美元缩水到6.72亿美元。本来打算招聘 1.3 万个员工，最后只提供了1454个就业岗位。而富士康呢，也没有落得好下场。说好的28亿美元补贴，最后到手的钱估计差了108000里。为了这个事情，富士康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这几年来回扯皮。你说我补贴不到位，先看看你建的都是什么，根本就在偷工减料。你还说我，你看看你们的工人有多贵，配套的基础设施有多落后，在你们这建厂根本不可能挣钱。总之，从2017年闹到2022年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富士康建厂这件事，全球第8大奇迹是绝无可能，全球第8大笑话倒还可信。